嗨，我是 K 哥，欢迎回到 K 哥研究室。就在2024年11月6日，时隔4年的川普重新上任美国总统，而这一切就像剧本一样，早在1989年就被一则动画精准预言，它就是辛普森一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玄乎的动画作品了。从川普当选总统到希腊债务违约 ，Lady Gaga 超级碗表演，那些看似不经的动画情节，竟然在现实世界中一一应验。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预言了2025年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川普重新上任，则是一切的开始，因为美国参选总统在未来会被私下伪装，他们都是外星人。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还希望大家动动手指，帮忙点赞、订阅加转发，你的支持就是对 K 哥最大的帮助。2013年6月，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兼美国国家安全局外包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 NSA 冷静计划的监听项目，同时也曝光了美国众多机密文件。据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利用他们这些技术员，秘密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监视机器，为的就是窃听世界各地人们的隐私，摧毁互联网自由。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一切通讯 APP 都在被监视。这个消息曝光后简直是震撼了整个互联网，这难道就是打着人权旗号的国家干的事情吗？然而就在曝光这件事情之后斯诺登的人身安全立马受到了威胁，美国政府决定将他立刻抓捕入狱，而斯诺登本人也是逃难到了香港。2014年1月27日，中国之声曾发表过一篇报道，报道中说，斯诺登在莫斯科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采访的时间长达30分钟，并且过程极其隐秘。这次采访的内容在德国的一档节目中被播放了出来，其中不仅讲了冷静计划中的详细内容，更是曝光了美国的一些机密文件。他说，美国高层其实一直在被外星人操控，现在的美国只是一个空壳傀儡罢了。这些外星人在上世纪30年代扶持希特勒政府，直到希特勒战败才转移目标。1945年开始扶持美国政府，其总部就设立在内华达州。现在美国有很多外星人混在人群中，模样与地球人无异。这些言论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分析说可能是斯诺登在有生之年是回不到美国了，即便是回去了，他也肯定得不到公正的判决，所以这些外星人言论不一定是真的，那可能是一个转移自己关注度的办法。毕竟你想如果外星人真的在这个地球上，而且还操控了一个国家，那他们的科技发展一定不是我们现代人能理解的，他们的实力绝对是坐火箭的速度上升的，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外星人不是后来才来到地球的，而是从很久以前就来到地球了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兵马俑的视频中我们说过，兵马俑2号坑出土的青铜剑，这把剑埋在地下2000多年，但是挖出来的时候光亮如新，而且当时它埋在土里呈现45度弯曲，等将上方的重物移开之后，它就反弹成直的了。这把剑的表面经过一种特殊的抗氧化处理，铬氧化。铬这个元素是近代才发现的，而且直到1937年的德国，1954年的美国才申请了铬氧化的专利。那2000多年前的秦朝是如何知道这样的技术的呢？又是谁教给他们的呢？还有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2000多年前的秦朝，他们的武器就比别的国家厉害，然后一直在扩张，最后统一6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也是在不停的扩张，他们的科技也要高出别国。那现在的美国哪里事情他都要管，到处部署对他有利的战略系统，科技也是领先世界，所以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应该不会吧。直到1996年播出的辛普森动画中，父亲侯马摘下了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2个候选人的面具，震惊的是他们居然都是外星人伪装的。这样的动画情节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想，因为这可不仅仅是一部动画那么简单它背后的团队工作者大多都是科学、金融、政治、数学等等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在动画的创作过程中经常会基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预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而这部动画从开播到现在已经多次预测到了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让不少人怀疑辛普森动画似乎暗示了美国高层早已被外星人控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斯诺登曝光的内容。那么美国参选总统真的都是外星人吗？辛普森动画又到底有多神奇？
辛普森一家是一部由马特·格洛宁创作的美国动画情景喜剧，自1989年12月17日首播以来，已经播出了713集，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最长寿的动画剧集之一。但是让它出圈的不是因为它的长寿体质，而是它的神预言。明明是一部动画片，拿的却是预言家的身份。从开播到现在，已经精准预测了国内外众多事件，最出名的就是成功预测到了川普同志当上美国总统。这一幕早在辛普森2000年的一集中就已经出现，比川普上任早了整整17年。在动画中，一个长相酷似川普的人物在当选之后手扶栏杆走下楼梯，这场景与现实中川普当选的模样如出一辙。编剧丹格里尼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完全是虚构的情节，因为只有美国人都疯了才会选特朗普。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在现实生活中以满嘴跑火车著称的商人，后来真的入主了白宫。编剧当初要是知道自己的嘴跟开了光似的，估计就不敢瞎写特朗普了吧。最神奇的还不止这些，辛普森在21年前就精准预测到了马卡拉·哈里斯就职日的穿着，从衣服到项链和耳环，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一模一样。此后的剧情也和现实几乎完全吻合。剧中辛普森家的女儿 Lisa 后来接替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但刚一上任就愁到头秃，因为川普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烂摊子。他和幕僚开会时说，各位都知道，我们从川普总统那里继承了相当紧张的财政预算，而这一切都精准命中了川普卸任后美国发生的财政下滑。作为人类史上精准预言最多的动画，以上都只是辛普森的开胃小菜，接下来才是真正具有神秘力量的预言。2013年，整个欧洲爆发了马肉危机，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在超市即食食品区中的牛肉汉堡样本中发现了马的 DNA。原来大量不法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将价格较低的马肉冒充牛肉来销售。然而马肉本身的价格也仅仅是牛肉的1/4到1/3。不仅仅是汉堡啊，各种被加工的冷冻食品，比方说肉酱千层面、烤肠和肉饼，那都是马肉做成的，还给贴上了知名品牌的标签，在市场上销售。马肉汉堡事件就这样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然而早在1993年，辛普森第5季第19集中，春田镇小学的食堂阿姨正在给学生们做午餐，其中包括各种有问题的肉，甚至还有一个体操垫。当镜头转向他拿肉的大桶时，我们会发现上边用英文写着马肉，还对外宣称他用的是牛肉。而辛普森相关剧集的播出时间比马肉丑闻爆出来的时间要早了将近20年。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棱镜计划，其实早在2007年辛普森的大电影里面就有了这方面的预测。父亲侯马丢弃的核废料与垃圾严重污染了水源，一家人决定跑路，本以为车上可以安全聊天，没想到下一秒就被 NSA 给监听了。虽然棱镜计划在6年后的2013年才被爆出，但据维基百科记录，这项计划的启动时间与辛普森大电影上映时间几乎同时在2007年。还有1998年的一集里，父亲侯马化身发明家，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长串 K 歌看不懂的复杂公式。直到2015年，剑桥大学的粒子物理学博士西门辛格声称，侯马当年在黑板上写下的天书居然预测到了上帝粒子的质量。等等，什么是上帝粒子啊？简单来说，它可能是宇宙中存在的一种物质或者规则，因为有了它，才有了宇宙时间的一切物质，甚至是人类。但我要提醒一下啊，科学家们是在1964年预测到上帝粒子，直到2013年，欧洲核子研究组花了大概130亿美元才证明它是真的。然而辛普森在1998年的剧集里就写下了上帝粒子质量的数学公式。最让人震惊的是，西门辛格经过验证后发现，父亲侯马写下的这个公式和科学家们算出来的官方数值误差不超过10亿分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难道说学不好数学的编剧不是好的动漫制作人？更离谱的是，在2016年7月的俄罗斯，一名女子突然声称，树立在圣彼得堡中心的大卫雕像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外观，扭曲了孩子们的灵魂。因为这座雕像实在太暴露了，一开始政务人员没有把他的建议当回事儿，但仅仅过了2天，大量的居民都在投诉说，这座雕像实在不雅观，不适合放在市中心。更有人建议应该给这个雕像穿件衣服。嗨，这要是给米开朗基罗听了，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了。然而这样的事情早在辛普森1990年的一集中就已经出现了，就连剧情都一模一样。
动漫中，小镇上的人们开始抗议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卫》在当地博物馆展出，因为他们觉得赤身裸体的大卫是淫秽的象征。还有后来2012年的一集中辛普森一家描绘了 Lady Gaga 在超级晚上表演的场景。当时 Lady Gaga 虽然已经崭露头角，但距离登上超级晚舞台还有很远的距离。没想到5年之后Lady Gaga 真的在超级晚上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表演形式与动画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这些预言准的好像一个个都照进了现实。更诡异的是，在2015年播出的第11季第22集中，就描绘了川普总统在任期内遭遇暗杀未遂的情节，耳朵上中了一枪。然而就在今年的7月13号，川普还真的遭遇了被枪击的危险，同时他的耳朵正好被子弹打伤。虽然凶手当场被美国军方枪毙，但是这一切又再次和辛普森一家的预言对上了，这让不少人开始怀疑，是不是这背后的制作团队有毒啊？怎么预言的都会这么准呢？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在后面解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动画对未来又做了哪些预言。美国参选总统真的都是外星人吗？你敢相信吗？2025年即将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难。在2007年上映的辛普森一家电影中就生动地预言了这一场景。电影中整个斯普林菲尔德正在遭受灾难，政府将整个城镇隔离在一个巨大的圆顶下，防止人们被灾害侵袭。虽然电影中没有明确指出爆发的时间，但事实上从今年开始，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从德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冰雹和龙卷风爆发，到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的破纪录热浪，许多波多黎各人正在应对高达125度的高温。20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也发生了山火灾难，东南部的干旱和中西部的洪水也造成了影响。而辛普森一家预言，这些频繁发生的灾难在2005年必然会汇聚成一场更大的灾难。2017年开始，网上就陆续流传出辛普森一家预测川普去世于2024年的传闻。这些网图画风和辛普森一家高度相似，还称这是动画中关于川普遇刺身亡的剧情。但辛普森动画创作团队出面辟谣了，证实网上这些剧情截图只是网友们的恶搞，人家动画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剧情。不过其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预言是2016年播出的第28季第4集中出现了伊万卡2028的竞选徽章，暗示川普女儿伊万卡将在2028年参选总统。要实现这个预测，伊万卡需要在未来几年内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父亲川普2024年重返白宫正好会成为他最强的政治后盾。可以说这个预言会实现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看过辛普森一家，你会发现动画中的街道上有大量飞行的交通工具，在你看来这些交通工具一定很梦幻吧？然而早在2018年 Samsung Sky 公司就推出了具有可伸缩机翼的 Switchblade 运动跑车，并且目前已经成功试飞，在天空中飞行时最高时速可达320公里每小时。虽然2025年天空恐怕还看不到这些创新交通工具的身影，但 Switchblade 成功让悬浮汽车的梦想照进了现实。动画中那些飞来飞去的交通工具在未来说不定真会成为日常。在这个数字时代，辛普森一家中同样还展现了母亲玛吉和父亲侯马在虚拟现实中品尝美食的场景，预言了未来餐饮体验的曼妙景象。想象一下，你坐在餐桌前，戴上 VR 头盔，瞬间就能置身于巴黎一家高级餐厅，体验美味佳肴。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情节。就在2年前，意大利艺术家马提亚·卡萨莱尼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艺术展上首次展示了最新的艺术装置 Airbacress or Max。这款装置将 VR 技术与美味佳肴相结合，会让客人身临其境地前往他们想去的餐厅，吃到想吃的美食。这真是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动漫哆啦 A 梦用未来的技术带着大雄到处吃美食的场景。那么还有最后比较值得关注的预言，就是在1996年播出的辛普森动画中，父亲侯马摘下了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2个候选人的面具。
震惊的是，他们居然都是外星人伪装的，真实的候选人早就被外星人给绑架了，然后外星人利用生物技术复制了2个总统候选人的外形来竞选美国总统，似乎在暗示美国高层已经被外星人控制。虽然动画中没有明确表示这件事情的曝光时间，也有可能这只是编剧的虚构，但是一些媒体工作者却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英国研究员琳达·戈弗雷曾说，皇室血统中的那些人其实都是蜥蜴人，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有蜥蜴人的血统，而蜥蜴人是银河系的一种爬虫类的外星种族，他们没有同情心，且喜欢侵略、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他们已经悄悄地混入了人类统治阶层。这些听起来很可怕，咱先不说琳达的这番话可不可信，我们先看看这幅雕像，这是考古学家20世纪初在伊拉克乌拜德文化遗址中挖出来的诡异雕像，而且挖出来的不止一个，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蜥蜴的人形的形象。最重要的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的长头人吗？对比一下，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们都是长头。我们之前说过啊，那些缠头的原始部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如果不是这种长头的形象，他们是不会去模仿的，而且他们的祖先一定见过这些长头人。最关键的是，乌拜德文化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南端，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认为是苏美尔人创造的，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巧合的是，苏美尔文化中也有大量的这种半人半兽的生物出现，这些生物啊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着平民，他们被称为神。不止西方有啊，东方也有很多这种半人半兽的存在，而且这种信仰自古有之。比方说东方神话中的蚩尤，埃及神话的太阳神拉，在龙鱼河图中记载，皇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81人，并兽身人羽，铜头铁额，食杀10子，造立兵杖，马极大怒。也就是说，蚩尤有野兽之躯，还能说人话。铜头铁骨吃的是飞沙走石，他们可以制造大量的兵器。而在埃及神话中记载，太阳神拉诞生于原始的混沌与黑暗，鹰首人身，他有一艘非常强大的船，由金属和宝石制成。在拉的命令下，一群神灵和英雄会来到船上，共同参加战斗。这些半人半兽的神的形象，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有出现。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啊，古人之所以将人和野兽躯体结合来塑造神的形象，主要和动物崇拜有关。那么在埃及啊，就会将狮子、狒狒、豺、羚羊、犬、鹰等等等等作为他们的氏族的图腾标记。再加上古人会认为啊，野兽的身体呢比人类更为强壮，更有力量。但问题是啊，野兽自古以来不就是古人狩猎的对象，古人的食物来源吗？换句话说，你会把你吃的鸭脖看作是神的一部分吗？那肯定不可能吧。所以现代考古学家的这个观点啊，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有待商榷。那如果外星人真的很早之前就来到了地球，且一直处在人类社会的统治阶层，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些外星人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一直潜伏在人类身边，直到现代社会吗？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辛普森一家的幕后团队，为什么他们的动画会做出这么精准的预言？还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有人设计了这一切，而这个社会需要按照这份剧本来演呢？很多人说辛普森一家的团队或许真的有问题，他们做出的预言准确度太高了，就像光明会卡牌一样。而我们都知道啊，光明会卡牌之所以能那么精准的预言，是因为那些预言本身就是光明会为了消除世界人口，建立一个所谓的新世界秩序而做出的计划。只不过后来在1989年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洛伊德的计算机黑客曝光，并设计成了这套卡牌游戏而已。至于辛普森一家，编剧阿尔吉恩在接受采访时说，其实他们团队的幕后工作者大多都是科学、金融、政治、数学等等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在动画的创作过程中，经常会一起讨论基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来猜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创作的时候啊，他们甚至会跟加州理工确认，因为这所学校拥有几台强大的电脑，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大量的数据运算。最关键的是，辛普森一家目前更新了713集，做出了大概1400多个预测，而真正实现了的预言也只有不到30个。阿尔吉恩说，即便是我们这样的团队做了这么多的预测，也只有10%是正确的。之所以大家认为这部动漫的预言准确率很高，那其实是因为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大家注意的都是寥寥可数偶然成为现实的
的剧情，那些没有命中的都被选择性的忽视了。所以这部动漫和光明会卡牌那还真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对于辛普森动画的预言，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 K 哥，我们下期再见。